2025年的5月，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因为一场成人礼意外走红，但她走红的方式并不是因为演技，也不是因为穿搭，而是因为一对耳环，一对价值230万人民币的耳环。这对耳环不大，却格外的沉重，它沉在了观众的眼睛里，沉在了互联网上的热搜里，也沉进了一个家庭10几年来财富积累的时间轴里。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一个女演员的炫富，而是一个家庭在灾后重建、体制灰区和经商的路径中如何走到今天，站在聚光灯下的。故事要从2025年的5月11日说起。黄杨甜甜，一位2007年出生的小演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成人礼照片。照片中，她穿着礼服，神情淡雅，耳朵上佩戴着一对闪闪发光的耳环。很快，有珠宝爱好者认出，那副耳环是来自英国的顶级珠宝品牌格拉夫的经典蝴蝶系列。该品牌以稀有宝石和极高的工艺著称，其中祖母绿耳环属于高定系列，不单卖，通常要搭配整套珠宝购买，总价超过2000万元。网友估算，单这对耳环公价大约在230万人民币以上，这已经比得上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子。起初网友以为是品牌借贷，这是娱乐圈常见的套路，明星出席活动带高奢，为品牌打广告，互利共赢。但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所有猜测戛然而止。黄杨甜甜亲自在评论区解释，耳环是找妈妈的。找这个词引爆了整个舆论，不是借，不是贷，不是妈妈的耳环，而是找出来的。这句话的语感是家里首饰太多，翻一翻，随随便便就找了一副耳环戴的。于是网上开始讨论，一个18岁的女孩随手找出230万耳环的家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级别？黄杨甜甜本人并不算一线演员，但也不是一个素人。她自幼学习舞蹈，2017年参演《楚乔传》中的小楚乔一角，后陆续出演了《如懿传》、外太空的莫扎特等影视剧，是05后新生代演员的一员。但相比起她的演艺成绩，她的家庭背景更吸引注意力。网友很快就扒出他们家在深圳居住一栋独栋的别墅，价值过亿。他自己居住的卧室还配有独立旋转的楼梯，展示柜内陈列着数十款奢侈珠宝。其母亲施凌霞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名下拥有多家公司，涉及移民中介、美妆贸易、餐饮管理、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从天眼查来看，他是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的企业至少有7家。父亲杨伟的名字也被扒出，曾是四川雅安的公务员，工作履历明确。2011年进入雅安市城市管理局，2015年调入雅安市投促局，后改为金河外事局。2017年辞去公职，返回深圳下海经商。而他们家的公司早在杨伟还在公职时就已经注册。我们来看一下，深圳市国营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4日，注册资本500万元，目前的法定代表人为杨伟。这其中法人的变更轨迹非常巧妙。2014年公司刚成立时，法人是黄杨甜甜的舅舅，此时杨伟尚在雅安市城市管理局，
属于公务员编制。2016年，法人变更为他母亲施林霞，此时杨伟已经调入雅安市投促局，属于事业单位编制。2017年，杨伟辞职后，法人变更为他自己。2020年4月13日，他们又注册成立了益善堂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2025年5月14日，紧急变更公司名称以及法人，公司从益善堂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水慈木美妆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从杨伟变更为郝赞宇。他们的每一步商业路径都踩在规避边界的节奏上。更有意思的是，注册这些公司的时间正好踩在了两个特殊的节点上：2013年420雅安地震后灾后重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一个天灾，一个人祸，却变成了他们家的商业节点。随着家庭的资产和公司的脉络被扒出，讨论从耳环是不是炫富，变成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大家开始怀疑，灾后重建时期，杨伟是否参与了招投标相关项目，家属公司注册是否报备，这些企业是否与其原工作存在业务关联，他辞职后2年内是否违反公务员法不得参与相关行业的规定。更让人产生联想的是时间线的巧合。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地震爆发，造成19万人伤亡，重建工程投资高达数十亿元。而黄杨甜甜的家庭公司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陆续注册，而他的舅舅施亚蒙也被网友发现有黑历史，曾因伪造出入境证件组织偷渡被判刑。裁判文书网上清楚记载，由偷渡客通过该中介往返香港达148次，办假证的正是施亚蒙名下的公司。另一位商业合伙人黄燕在雅安也曾开设建材店、强子销售店，与灾后建筑行业高度关联，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为杨伟的深圳影视公司的股东。这些线索之间虽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链，但确实有一种叠加式的嫌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摆事实，大家来评判。这个黄燕，首先它是黄杨甜甜的黄，2009年就在雅安下面的颍京县开了个名叫卡西卫浴专卖店的个体工商户，主要销售卫浴和室内装修材料。不过这个卫浴专卖店在2015年注销了。巧合的是，这个时间2015年就是杨伟放弃公务员调入雅安市投促局的时间。在杨伟2011年入职雅安城管之后，黄燕在2013年10月份还是在颍京县开业了一个名叫玉兰强子销售点的个体工商户。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正式启动，主要销售强子、五金、室内装修材料等产品。2013年4月20日发生了420雅安地震，地震共计造成了196人死亡，21人失踪，11470人受伤，52万多间的房屋严重的损毁。同年7月，雅安迈出震后重生的第一步，举国关注。也就是说，2013年4月份地震发生，7月份灾后重建，3个月后的10月份，黄燕注册个体工商户，开始销售五金等室内装修材料。而这个时候，杨伟还在雅安城管从事城市管理巡查工作。后来，这个2013年成立的玉兰强子销售点在2017年注销。2017年，也就是杨伟辞职离开雅安投促中心的年份。同年，黄燕
就成为了深圳国营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新晋股东，完成了从五金强子销售到影视公司股东的转变。再看王阳甜甜的母亲施林霞，她的商业履历确实丰富，名下有7、8家公司，涉及移民、美容护肤、医疗器械、商务服务、小食、餐饮等等，可谓是跨界的商业人才。其中他名下有家公司叫做雅安上品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来看看这家公司，2015年1月成立，主要做会议和展览服务。巧合又来了，2015年就是杨伟调入雅安市投资促进局的时间。那么两者之间有没有交集呢？这个大家心知肚明了。这个雅安上品公司成立2年后，也就是2017年5月份也注销了。又巧了，2017年是杨伟离开投促中心辞职回深圳创业的日子。如果说一个人发财是巧合，那么3个人多家公司每一次公司注册都踩在了政策的关键点上，那就不再只是运气了。公众真正担心的不是有钱，而是钱从哪里来，以及这钱是不是来自别人本该得到的补偿款、救命钱、税金、重建拨款等等。这时舆论的情绪开始从吃瓜变成了手问，有人开始为黄杨甜甜的家庭说话，说不定那副耳环是仿的，几十块也能买的一副长得像的。于是舆论又陷入了一个真假耳环的漩涡。杨伟在5月16日公开声明中表示，耳环并非正品，且自己未参与灾后的重建招标工作，更未贪污。这个说法表面上看似是咨询，实则引出了更多的漏洞。问题一，格拉夫品牌属于超高端的珠宝，业内人士指出，这类耳环的工艺要求极高，譬如祖母绿主石需要匹配数颗同净度、色泽、切割角度的宝石，钻石的排列误差不能超过 0.1 毫米，几乎无法仿制。问题二，有网友翻出王杨甜甜母亲在2023年佩戴该耳环的照片，而网传的仿品商家表示，这款耳环是2024年才上架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时间的悖论。你不能在仿品还没有生产之前就戴上它吧？问题三，假如真是淘宝几十块钱的耳环，为什么黄母要为它配备专属的展示柜？这与他平日里佩戴的真品首饰风格完全一致。问题四，如果真是仿品，为何不公开购买记录？为何不请品牌方出具辨真伪的报告？还有一个角度，这款耳环是品牌定制套装的一部分，普通人无法单独购买，购买者的身份记录在案。格拉夫品牌方没有公开否认，而是说无法确认。通过照片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否戴的是我们 Graph 的作品的。它戴的那个造型的话，我们家类似款式像那种绿色的，我们一般都是选用祖母绿去做的。钻石耳环和祖母绿镶嵌的那一款的，高级珠宝方面的话，都是需要客人到店去具体咨询定制的。业内人士解读为，默认客户就是他，所以仿品说最终变成了一个无力的自我辩护。对公众而言，这已经不再是真假耳环的问题，而是你面对质疑时是否在讲真话的信任问题。当舆论持续发酵，各方陆续发声。5月16日，王杨甜甜的经纪公司嘉航传媒发布声明，措辞严厉，呼吁公众理性监督，但全文未对耳环来源、家庭资产路径、父亲履职期间是否违规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解释。同日，杨伟发布长文回应，否认贪腐，否认耳环为真品，否认招投标工作参与。他强调，
我早已辞职多年，与原单位无关。随后媒体联系到其原单位雅安市金河外事局，前身为投处局，对方回应杨伟的工作情况基本属实，单位不设灾后项目，其他情况由他本人负责。这就是公众的愤怒来源。你问他单位，单位说已辞职；你问品牌，品牌说无法确认；你问当事人，他说仿品；你找公司资料，法人变动精确避开在职身份；你找注册记录，时间点又刚好踩在灾后疫情后。一切都在合法的模糊边界内，一切都没有证据，却也什么都说不通。在事件逐渐发酵的同时，也有媒体开始反思，这是不是一次对一个年轻女孩的网络暴力？是不是公众又一次集体围攻了一个没有力量的小明星？在道义上，关心未成年人确实没有错，但我们要厘清网友关注的焦点，从来不是黄杨甜甜本人的消费自由，而是围绕他的家庭，特别是一个曾担任公务员、拥有政府资源背景的父亲。有人说，如果他父亲不是公务员，我们最多就是羡慕。这句话很关键，大家并不是仇富，而是质疑，在本该服务公共利益的岗位上，是否存在用制度空隙谋取私利的情况。我们不介意他母亲佩戴卡地亚，不介意他住在上亿的别墅，不介意他演艺成绩如何。我们介意的是，这些财富的背后，是不是有人用灾后的捐款、公共的土地、政策的漏洞，把自己变成了珠宝的富豪？这一世界背后真正的焦虑是制度性的公平。当有人在制度边缘打擦边球，一边说我早已辞职，一边变更法人，延伸商业版图，而社会却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本能的警觉，这不是网暴，这是监督的缺位。那么事情发展到今天，应该怎么解决？其实很简单，真正能平息公众质疑的，从来不是封号、声明、转发限制，而是一份清晰的账单，一条公开的路径。例如，家族公司是否在杨伟在职期间运作，注册是否报备，是否涉及原岗位的相关领域，所有的财富是否报税，是否合规，是否存在项目的重合、人员的交集、财务的异常。这些问题不用舆论回答，而应该由纪委、税务、市场监管来回应，否则这种风波就会周而复始，直到风暴中心的人坍塌，或者公众对制度彻底的失望。很多的腐败案都是这样被揭开的。曲婉婷母亲的哈尔滨保障房腐败，是她女儿在国外高调炫富引起的。直播网红雪莉被查，是因为奢侈品消费与纳税不符。所以大家担心的不是黄杨甜甜这副耳环值不值230万，而是有没有更多的耳环藏在没人问的角落。曾经相似的曲婉婷妈妈用3.5亿的赃款，导致了566个家庭破裂。曲婉婷母亲张明杰在国企改制的关键环节暗箱操作，将23亿的土地以仅仅6000多万的超低价格贱卖给了私企，这些工人被迫下岗，无法负担取暖费用，甚至连一口热饭都成了奢望。不敢想象2009年的哈尔滨究竟有多绝望。那一年，当地最低气温-32度。黄杨甜甜事件从一对耳环开始，到一个家族的财富路径，到体制边界的探索，再到公众对于合理财富的讨论，演变成一个全网聚焦的社会事件。它之所以引爆，是因为它踩中了几个关键词：灾后重建、公务员辞职经商、灰色经济、家族代持、舆论管控。它也是一次制度健康度的体检。有人说这种事看多了，无非又是不了了之。但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舆论监督已经
开始影响现实的决策。譬如，相关单位已经表示，接到举报将按程序处理。这件事已经有相关的政府部门在处理了。纪委也正式表态关注此事，这说明监督虽然晚，但不一定永远缺席。如果杨伟一家真是清白无辜，那就把企业的流水、购耳款的记录、税务的数据拿出来，让大家服气。如果不是，那就应该查清楚。没有人想靠网暴推动正义，但在目前的环境中，很多真相恰恰是因为没有解释，才越演越烈。正如网友所说，祖母绿的光芒再耀眼，也不能盖过公权的阴影。230万的耳环贵的不是石头，而是人们想得到的那个答案。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不正经，我们下期再见。